大家晚上好。几年后回望黑神话，是不是就如男足日韩世界杯？哎，这个但愿不是这样的吧。好，感谢加入会员。回望北京奥运会，北京奥运会后边还有冬奥会呢。我们是从一个辉煌走向另一个辉煌啊！大家早午晚好啊！对，点赞。正在研究老范的付费会员课程，正好赶上直播，哇，这个课程估计会比较的辛苦。咱们今天呢，开始新的一期老范读评，稍微等我一下。好，老范读评。第一条，上期读评上有人写了，说隐形冠军的话题，所以别人不带你玩了。全球化本质上就是全球分工，你要一家通吃的话，那就没法带你玩了，你就只能玩自己了。关税只是现状之一。其实呢，关于这个话题啊，我倒是想稍微引申一下，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自己玩，呃，想说什么呢？就是很多人讲说，哎呀，这个我如果给员工涨薪水了怎么办啊？这个是不是就会倒闭？我如果给员工这个按照标准的劳动法去放假了，每天工作8小时，一周工作5天，这个事儿是不是我就要倒闭？对吧？还有人说，哎呀，我是不是把这个房屋的公摊面积取消了，这个房子就会变贵？就我为什么会举这些例子呢？大家觉得这是同样的例子吗？其实是一样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就是对待这种内卷的唯一方式叫严格执法，对吧？如果大家都是一天工作8小时，然后一周工作5天，任何一个违反的人都会受到特别严厉的处罚。那么，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安排工作时间，就不会破产，因为别人不会比你更卷了，对吧？卷到头就这样了。那么如果说，大家都是说房屋没有公摊面积，那这个价格就是一个普遍的价格啊。你说我把这个公摊都建的特别小，然后把这个房子建的特别紧密，或者说我把这房子做的比较贵，你就卖不出去，对吧？他最后因为执法严格，他就没有办法去说投机取巧的人能胜利，对吧？所以一定是这样的啊。那么你说回到原来这个问题上啊，这个中国是不是要把全球所有的工业全都一口吃进来？这个事情呢，其实跟刚才我们讲的例子是一样的。当别的国家说我一定要去遵守劳动法，啊，一定要有这个劳动的这种保障，啊，一定要这个各种的质量、品质的这个成本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以后，那么突然有一块地方说，哎，我可以不遵守这些事情，啊，你管不到我，我可以卷，啊，我可以996，我甚至可以007，我可以把这些不符合规范、不符合标准的这些零部件都用上。啊，或者说我可以把原来很多的这种，经过传统路径测试过的啊这种工序全都给它改掉。那么这样的话，任何人都是没有办法跟他竞争的，除非就是说你继续向这个方向卷，否则的话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对吧？所以一定是要怎么说呢？要这个全球的一个统一执法。你说如果大家最后的法律都不一样啊，说你是这个早上9点上班，下午6点下班，然后这个早9晚6吧，然后呢一周工作5天，对吧？然后其他的国家，那边到越南了啊，说我们不啊，我们996啊，我们007，那你也没法跟他竞争啊，全世界其实都一样。再往后啊，这个从黑神话悟空看中国游戏未来的3A 之路啊，有人讲了说这个老范对3A 游戏的误解很深，国内能称得上3A 游戏的不超过3款，原神算一个，但是它是网游，3A 至少要3亿以上的投资才能算。
而且要美术材料都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就超过3亿开发成本的单机游戏，中国就不超过三款，你还是太外行了。这种事儿呢，怎么判呢？就是你觉得我外行呢，我只能外行，这个没有任何办法啊。按照他讲的这个，就是这个2亿9999块9毛9啊，就不算3A 啊，这个3亿0啊，就是3A。这个我不知道抱有这样观点的人呢，他怎么就变成内行啊？还可以这个坐在这儿指责别人是外行。我只能说什么呢？就是3A 这种东西呢，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严格的标准，对吧？首先，我们讲说什么叫3A，就是说你需要用大量的资金、大量的人员、大量的钱、大量的时间把它堆积在一起以后，然后呢，我们去追求一个艺术成果出来，而且这个艺术成果这件事儿呢，跟你前面到底是花了多少钱啊，花了多少时间，有联系，但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对吧？你说我花了一大堆钱，花了一大堆的时间，然后最后做出一个垃圾来，这个事儿呢，你也不能算它是3A 大作啊。但你如果说我的钱虽然没有花到，但是最终我的艺术成就是被大家普遍所认可的，那么它也就是3A 大作了。我记得我原来有一位朋友啊，是传媒大学的一个老师，他呢原来是这个中央美院的啊，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这些画儿啊，就这些大家都画画嘛，那么是哪个好哪个不好，它有标准没有？到底怎么打分儿？对吧？我作为一个工程师来说，我就很好奇嘛。然后那个老师就跟我乐啊，他说这个很有趣啊，这个没有标准，但是呢，说我们在这个行业里头待了这么长时间以后，大家都普遍认可相互之间的艺术造诣，那么我们会得到一定的共识，或者说共同的一种认知，就是这幅画比那幅画更好啊，这是一幅伟大的画，或那就是一幅垃圾，最终大家会形成一种这样的方式去评测。所以真正的3A 大作，其实最终是由玩家和一堆专家坐在一起，然后通过一些你可以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方式，来去进行评定，或者，我觉得更好的说法叫公道自在人心的一种方法，进行评定出来的。至于说我到底花了多少钱，有多少的美术资源，花了多少时间这件事儿呢？算是一个告诉你说，哎，你要怎么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画家，或者怎么能够成为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一个这种提纲挈领，或者是一个指点性的一个方战啊，就是你要花这么多钱，你要花这么多时间去练习，然后你才可以成为艺术家，但并不是说你花了一定有，对吧？这个我觉得，我这种解释应该是可以得到游戏行业的认可的。这个再往后啊，这个所以中国之前没有3A 的主要原因是盗版吗？盗版是中国独有的吗？还是黑神话悟空这一条啊？这个事情怎么说呢？第一，盗版呢肯定是有一定原因的，这个前面我也讲了说为什么啊。然后第二个呢，盗版肯定不是中国独有的，但是呢，中国肯定有一些比较独有的这个特性。中国独有特性是什么？就是极度的路径依赖。我记得我在盛大入职的时候，我们要去参加入职培训啊，上面讲了这个全世界只有一种游戏啊，这种游戏是什么呢？叫 MMORPG。然后当时我就很震惊啊，我说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一种游戏叫 MMORPG 呢？他跟我讲了，他说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经过了这个10年的探索和这个碰撞之后，发现全世界只有一种游戏是挣钱的，那么这种游戏呢就叫做 MMORPG，对吧？其他的游戏呢都不挣钱。那么中国其实大量的人，你并没有办法说，因为我爱好这件事情去做，而是要有经济驱动的。那么一旦有一个验证过了，说这种方式是挣钱的那么大家就奔这一条路走到黑了，对吧？这个呢肯定是中国特色了啊。你像西方呢，因为特别像北欧很多国家，因为我们以前也在北欧投项目啊，这个他们呢真的是衣食无忧他就完完全全可以为了自己的爱好去做游戏，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那么他不会说我今天没有把这个游戏做成功就会饿死，所以他们可能更多的说我们去追求一些梦想啊，但是中国人可能更现实一些啊，导致了这个中间有盗版的这一个阶段以后，我们就走向了另外一条路，对吧？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好，我们继续。一会儿打算录一个视频，文科生打算搞技术的时候有多么的困难。这个可以啊，回头我们可以一起录这个视频。中国不是没有过好的单机，其实个人认为谜一样的审核，并不能完全阻挡好游戏的出世，主要问题还是，没有持续激励3A 游戏开发者的环境，君不见，米哈游的游戏在国际上的声誉有多高吗？很可惜，想要在国内的游戏环境生存，抽卡这种方式是最稳妥的方式。米哈游这个事儿呢，其实挺矛盾的啊。米哈游在爱他的人身上呢，他确实很喜欢，大家都很喜欢。在恨他的人手里面呢，他也确确实实是，这个事情没什么好说的啊，因为米哈游的这个原神系列，对吧？你上来肯定是有抄袭这个塞尔达旷野之息的地方的，有致敬的地方，对吧？然后这个米哈游的其他的一些游戏呢，其实在这个动作设计、游戏性还有这个美术资源上呢，还是有一些欠缺的。因为很简单，它要这个兼容手游，那这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啊，它就没有办法去跨过这个，比如说你做黑神话悟空这样的啊，直接整一个 Unreal 5的引擎上去，那这个黑神话悟空你在 PC 上，在 PS5上你还得优化呢，更别说在手机上根本不可能跑起来。对吧？所以你所有要兼容手游的，它就没有办法去达到3A 那种画质。还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看3A 游戏的人，或者说真正玩单机游戏的人呢，会把手游或者像原神这种游戏呢，还是会批驳为叫氪金游戏啊。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不是特别公平，但是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啊。所以它距离3A 这个事儿，或者距离国际上大家都很喜欢它这件事儿，还是有一点小差距的啊。第二次赶上直播，这个没法给您数着。所以，优秀的游戏开发人才多数都涌入了手游的大潮。呃，这件事儿是这样，就是你做3A 是需要一个巨大团队的。你有几个人说我有梦想啊，我想去做点什么事情，你是做不出3A 来了啊。那么你需要巨大团队呢，那就需要有投资人，需要有整个的这个资金支持。那么可能做手游是最稳妥的方式。那3A 大作是不是，还要看当天汇率？这个是啊，这个按照刚才这个不够3亿就不算这个，肯定是要看当天的汇率的。点赞点赞啊，对，大家都点赞了没有？就像科举一样，哎呀，科举也算是一个路径依赖吧。读书都指着当官啊，其他都不在乎呢，是这样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摸索成功了一条路径，然后他还得往这条路径走。晚上好。我认为米哈游现在已经出圈了，玩不玩游戏至少都知道一句“原神启动”这个梗。呃，对，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游戏行业里头吧，或者说在很多行业，包括汽车行业都是这样的，就是它的话语权不在大众手里头，它的话语权是在专家和玩那个最难游戏的那帮人手里头。你比如说吧，玩这个魂系游戏的人，他就拥有巨大的话语权。啊，像我们以前还跟这个，我想想那叫什么来着，特别有名的一个，这个 Steam 上的发行商还打过交道啊。这个因为我们当时投了他们的一个案子，然后他们就是他说我们就是有话语权，我们就像个杂志社一样，大家就拿着游戏来让我们发，然后我们最多就是带着他们参加一下展会，然后其他什么也不管，然后这个东西就发上去了，我们只管选择，对吧？他这个
就是游戏圈的这种话语权，它就像这种科技论文似的，就是一层一层这么叠加起来，你的游戏到底论文到底有多少人引用啊？哪个杂志发表了，然后引用因子是什么样的？这个事儿，其实在很多的这种就是普通人难以进行评测的这种环境下，都是这么去做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下的话，原神其实还是有点差异的啊，就是不太差那么一点点。我最近思想有点动摇，咋办？你咋个动摇法儿？你想去干嘛？除了任天堂，其他都不叫游戏。你看这也有啊。这个你像我玩这个原神啊，原神我是玩了一点点，实在玩不太下去。我的战神啊，这个还没打关啊，还没打通，准备过2天开始打，因为我儿子已经去上学了嘛。然后在开始直播之前的话，我终于把广智刷过去了。啊，现在有这个刀了啊，准备待会儿再去，明天吧，再去把这个大头娃娃干掉。现在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难啊，这个大头娃娃我刚才过去没一会儿，大概刷了有一半血，然后被他干掉了，可能还是刷个2、3次，我觉得10次以内吧，应该还是能刷过去的。手游达不到3A，这个我不认同。早年的 TGA、SA 和这个狂野的飙车8 iOS 上的里约热内卢之圣徒之城这些游戏的素质，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这件事儿是这样啊，就是早年的 GTA 呢，它也是在那个时代是游戏桂冠上，游戏皇冠上的明珠，对吧？现在呢，大家肯定是去追求最上面那一点，就跟这个，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呃，现在真正掌握游戏话语权的这些人是不认可手游的，这个没有办法。这个现在 GTA 也马上要出下一代了，对吧？这个其他的这种赛车游戏，大家也在去追求像什么《地平线5》这些东西，光追，对吧？然后那个 Unreal，然后全套的这种高帧率、高这个解析度的这样的图像，然后要完完全全现实渲染，这个事情你在手机上你确实是达不到的，对吧？那么这个真没办法。你就包括像那个汽车啊，咱们举一个汽车的例子，这些车评人，他会去给你评这个什么三蹦子吗？他不会的，他们都会说，哎呀，这个迈巴赫是怎么回事啊？这个玛莎拉蒂是怎么回事啊？玛莎拉蒂事儿他们都不爱看，对吧？他们都是小牛是怎么回事，大牛小牛是怎么回事，对吧？这个法拉利最近又干什么了？这些车其实跟大众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对吧？我们可能最多能在街上看到，啊，你连摸都没摸到过，可能对于我来说，看到了这个，兰博基尼，我还会举着手机上去拍一张，也就到此为止了，啊，但是真正的车评人最喜欢的是这种玩意儿，啊，所以他的标准什么都是这种东西定的，这个，他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啊，他跟大众没关系。原批在游戏圈是鄙视链的底层啊，这个什么叫原批啊？今天的主题是啥？今天就是读评，每周三都是读评，就是我们会把评论读一读啊，这一个礼拜攒了哪些评论，然后跟大家聊聊天儿。AIGC 游戏的时候啊，觉得电影更应该这样啊，电影应该会更快一些。但是呢，我们最终甭管看到的是游戏还是电影，其实看到的都是什么？都是工业产品，对吧？现在 AIGC 最大的问题就是距离工业产品还有一点距离。腱鞘炎需要手指点的游戏都玩不了啊，只能搞套方向盘赛车游戏啊，不知道还有没有救？还是这辈子就这样了。哎呀，腱鞘炎是个挺麻烦的事儿，我的手有时候也是会疼啊，就是因为我是高嘌呤，但是我还是可以去打一点这个什么的。确实啊，米哈游的技术跟黑神话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尤其是动作逐帧看的话，米哈游的游戏人物动作完全没有连接，跟黑神话动作流畅切换的行云流水天壤之别。而且，其实动画多画几帧是比3D 模型简单多了。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就是米哈游并不是说做不出来的东西，米哈游也有很多 Unreal 的游戏。啊，它也有一个整个的一个团队在研究 Unreal，
这个做大家都能做出来，只是呢，米哈游一定要在手机上跑。你要在手机上跑，你就需要做优化。其实米哈游在优化这个上，技术绝对是全世界领先的，没有任何好说的。它每年给 Unity 跟 Unreal 交的这种 TA 的这个钱都是非常非常多的。TA 叫技美啊，就是技术与美术，就是这些做游戏引擎的公司最主要挣的钱是这个。这块米哈游是很强的，但是你只要兼容手机，这个数的这个真数就上不去，这个没办法。原神也能叫游戏啊？真正玩游戏的不敢公开自己在玩，丢人啊！这个也没什么可丢人。像我玩原神，我是愿意承认的啊，我确实进去玩了，只是没玩进去而已。小朋友思想动摇就多看新闻联播啊，你不知道他动摇啥事儿，对吧？人家万一是一些其他的事情，行行业业都有鄙视链。我个人反而觉得爱玩啥玩啥啊，何必评价别人？是这样的。又何必在乎别人的眼光？我觉得一方面是这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的行业或者不太懂的行业的时候呢，去看看专家说什么也没什么不好，对吧？比如说汽车，对吧？我想去买汽车的话，我也得看看专家怎么说。摩托车虽然我现在一时半会儿买不了啊，这个家里还有老婆管着，那我也得看看专家都在怎么说这件事儿。那些专家上来肯定是都是什么杜卡迪是怎么回事了呀？这个本田金翼是怎么了呀？这个哈雷怎么着了？这个其他的比如说那个叫什么印第安是怎么回事啊？或者是本田呀，这个川崎呀，全是这玩意儿，对吧？这个你像国内的，比如说我能买得起那些摩托，是没有人去看的。优异引擎在技术层面上其实有很多缺陷，是的，这个也不叫很多缺陷吧，就是它也没有那么就是真正在跑的东西都没有那么完善，它都会这个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有人去修改这个 bug 啊，这个是没有办法。这个车评人的底色是商人，车评行业是门生意，又有哪件事情不是呢？评定一个游戏引擎自研也很重要啊，这个你说错了。这个游戏引擎自研这件事儿呢，早期呢确实有很多游戏公司是在干这个事儿，后来呢，就逐渐都放弃了，因为什么？就是真的是术业有专攻，对吧？这个最终还是要去进行社会分工的。现在呢，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游戏公司做引擎自研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3A 游戏，绝大部分要么是 Unity 的，要么是 Unreal 的，对吧？其他已经很少了。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舔着脸说自己自研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 Unreal 或者 Unity 的某一个特定版本上花钱买了 TA 服务以后，然后在这个版本上分支了分叉了，分完叉以后它合并不回去了。所以呢，这种他就管这个东西叫自研引擎啊。因为我原来走访过一些大的游戏公司，我说你们用什么引擎啊？他说我们自研的。我说好厉害啊！他说我们就是这么干的，对。所以呢，这个现在呢，不要再去说谁是谁自研引擎了啊。这个事儿在现代工业上一定是术业有专攻，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啊。觉得今年《刺客信条：影》会翻车吗？我觉得大概率会啊。这个今年已经翻车了好几个大游戏了，像那个，是前两天是索尼什么放了一个游戏出来，也是政治正确，然后直接翻了。然后育碧的那个叫什么《星球大战》，叫什么来着？最新出的一个好像是刚出来，好像也翻了。然后这个《刺客信条：影》的话，就是整了一个黑人武士这件事儿，我觉得翻车的概率也是非常非常大。大部分的评测都是商人这个我觉得呢，这个事儿你不要第一个不要去鄙视商人，商人呢，人家做这个生意，特别是有很多商人他是靠名声吃饭的，那么他呢也要维护这个名声，做商人本身并不丢人这一件事儿。第二个呢，你也不能否认说有些人他真的就是喜欢，对吧？那么他就是喜欢呢，或者我就是有专业评测这个能力，我又不是商人，你也不能说这个事儿他就怎么样了所以本身，我不赞同大家说这个无商不奸这个都是万恶的资本，这个事儿呢，我是蛮讨厌的一个说法。
对于摩托纯粹是云玩家，哎呀，这个老婆管着这个没办法。我女朋友要听恐怖故事播客，不让我听老范。行吧，我给你讲个恐怖故事，待会儿。这个比如说重庆啊，这个往天上打了非常多的降雨弹，然后呢，导致重庆满天飞的都是内裤，啊，这个故事够恐怖了吧？老范看了你和郑刚的直播回放啊，这个其实不是直播啊，只是录播啊。罗永浩以后再创业再融资会不会很困难？这个人是不是在投资圈已经臭了？这个待会儿我们来讲吧，因为待会儿有好多跟罗永浩这一条有关的这个评论啊，待会儿我们再去讲这个事情。就是投资人有时候其实挺矛盾的啊，这个怎么说呢？投资人一方面呢不喜欢这种特别循规蹈矩的创始人啊，因为你循规蹈矩老实上班就完了，你为什么要去创业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又不太喜欢太出圈的这种创始人啊，像这个罗永浩这种人呢，其实他属于肯定不循规蹈矩啊，也有一些出圈总会有一些人啊觉得他会有机会，这个是没有办法啊。也有些人就觉得这个人我们就打死也不投了。这件事儿呢，大家各自的选择。投资人呢不是一个人啊，他是一个行业，这个行业里头呢也良莠不齐，然后每个人有各自的思想，所以呢不要去研究说，这个人在这个圈子里就臭了。啊，这个人在一个圈子里臭了这种事情呢，在中国是不会发生的，在美国有可能。为什么？因为美国创投圈小啊，没那么多人，大家相互之间比较熟啊，所以你在那边呢要更加注重口碑啊，玩臭了以后呢，就真没人敢投了。但在中国呢，这个圈子很大，人也很多，抱有不同观念的人都存在啊，甚至专门有人说我就要找这个啊，能把别的投资人都坑了的啊，这种人我觉得我比他还聪明，然后我们一块活起来再去坑别人去，对吧？备不住有人这么想啊，而且呢，很多人呢都会在这种评论里去写啊，说你就这水平还去当投资人呢？这个怎么说呢？投资人这件事呢，并没有多么高大上啊，它也是众多职业中的一种，对吧？我也是属于一时不慎沦落进去当了几年的投资人啊，这个事儿呢也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对吧？也没有说我们这个投资人就可以点评天下，就看不起别人了，没有这事儿啊。大家都可以坐在这儿说，哎，这个事儿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意见，跟这个我的水平怎么样，跟做没做过投资人，或者我配不配做投资人是没有关系的啊。戴耳机，个人看个人的啊，这个也是可以的。动摇了什么？最好不要动摇方向盘啊，半挂全险上路的。当我没说啊，这是什么意思？塔主来了，对，塔主晚上好啊，晚上好，晚上好呀。我们有这个新的会员赶上直播了，没有给他加这个什么呢？没有给他加管理员呢，快发小扳手，这个小扳手还是要发的。我在搭建本地知识库，搭的头大，输入一个生肉的演讲词，演讲文稿，发现 GPT 不分段于是跑题来这里先听直播，好吧？你用的是 Coz 啊，还是用的这个叫做什么呀？用的是 DeFi 啊？这个我觉得这样，就是下次呢，咱们直接在视频会议里头，我带着你搭就完事儿了。评论车和摩托车性能，就类似于说哪个技师的活好，其实没啥比较，就是说说这个技师的事儿，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情啊，也从来没研究过啊，你说的我都不知道，没听明白为什么满天飞内裤啊？重庆这个事儿，重庆呢，因为连续40多度高温特别热，所以呢，他们就开始人工降雨啊，本来呢应该是打几发这个人工降雨弹就完事儿了，结果他们打多了。然后打完人工降雨弹以后呢，还打了30多颗人工降雨的火箭上去，然后导致呢，就是局地的开始发生大暴雨和这个龙卷风，然后这个变成了就是天灾跟人祸之间，我们做了一个人灾啊，就做了这么个事情，然后所有人晾在这个衣服架子上的各种的衣物啊，就满天的飞啊，内裤呢，因为相对来说比较轻啊，可以飞得比较久，所以呢，就是
啊，重庆呢就飞了一天的内裤啊，就干了这么个事情。这玩意儿就跟明明有达芬奇 PR 剪映，非要自己研究一套剪辑软件一样啊，是这样的。其实没有什么必要啊。术业有专攻啊，这个如何在稳中向好中保持好心态啊？这个事儿怎么说呢？我的心态算好吗？还行吧。这个有时候还可以去打个游戏什么的，对吧？也可以出去玩一玩，家里还有人陪着，心态已经不错了。黑悟空用的是英伟达魔改过的引擎，这个导致主机优化变成地狱模式，加上做主机优化的人，业余做到 PS5连生成帧都选的很奇葩的，Xbox 的优化更是离谱到连拿出来给人看都不好意思。哎呀，这个真没办法，因为甭管是 PS5还是 Xbox 上，它那个显卡都是 AMD 的，所以英伟达给做完优化以后呢，你确实是搞不定这件事儿。现在呢，索尼在这块呢，确确实实还是让它跑起来了啊，但是 Xbox 的这个真的是搞不定啊，这个还要再等。其实很多的这种优化代码呢，过一段时间都是会这个 AMD 自己也是能看到的，他们是可以去进行优化的，但是这个就是需要时间呗，或者需要投入啊，在这件事情上呢，英伟达投的更狠一点。臭了这件事情啊，真的是这样，教培圈子也一样啊，好几个臭了的，十几年之后都洗白了，一样出来，所以不必生气，以后都是被遗忘的记忆。是的，王致和臭豆腐能不能炸着吃啊？这个我没炸过，咱们一般炸的是湖南臭豆腐啊，王致和臭豆腐都是不炸的。稳重向好一般人只能等待。哎，这个就不讲了啊。这个玩不了摩托车，就看看禅语摩托车维修艺术吧，对摩托车的认识更加深刻一点啊。这算了，我现在还是有空看看小说吧。我这儿夜市就有卖的啊，我真没见过炸王致和臭豆腐的。就创业来讲，罗永浩真谈不上有什么奇思妙想、天马行空，马斯克才是。罗是个成功网红，是真的。我怎么说呢？就是罗有他自己的特性啊。我也不觉得像他这样的人再给他一笔钱，他就一定会失败。其实很多呢，这种人就是你失败几次以后，总有成功的机会。所以很多为什么投资人喜欢说你投失败了以后，说下次再干的时候我还给你钱，对吧？就跟这个伤兵，对吧？这个士兵受伤了以后治好了再上前线，他就变成老兵了嘛。啊，所以罗永浩呢，我觉得并没有说一定会挂掉。啊，这个包括像我跟郑刚那期节目，到最后我们也讲到说，如果老罗再创业的话，我们还是祝愿他成功嘛，对吧？你不能太过分了，这个。cos.com 花了$9的会员，我现在严肃的补课啊，激励会员的这个励志会员值回票价啊。cos 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撵上了啊。满天飞舞的内裤啊，也是有诗意的，好吧？怎么看待美国语言航员回不来？建议未来做空播音嘛？啊，这个事儿我对于投资没有意见和建议啊。这个游戏引擎和内容要有很大的关联性，这个其实没有啊，其实没有。现在你说 Unity 跟哪个内容有关联性，Unreal 跟哪个内容有关联性都没有。PS5的 FSR 插针啊，这个确实拉到不行。反正我在 PS5上打着还凑合。其实你像那个什么，就是当时《赛博朋克2077》出来的时候，在 PS5上也是不行啊，最后也是优化了很长时间才出来的。说到教培，塔主，你听说李阳出来喷黑猴了吗？作何感想啊？这个好吧，作为老师来说，可以来讲一讲这个事情啊。这个李阳算是英语老师。漫天飞舞的内裤，好适合拍短剧、网剧。是的，点赞啊，挂后台继续跑步啊，没问题。一说到胖子，
就想起了 SOX 神教，这是什么神教？哪个地方的梗啊？我没听说。李阳也是一个表演性人格的人，我采访过他，他还教导我，小姑娘说话要不要台湾腔，有一定的人格魅力，但是现在有点博出位，用力过猛。李阳这些年到底在干嘛？好像他就没有声音了似的。因为前面写这个，罗永浩五宗罪的那哥们儿是李阳的弟弟，对吧？然后现在这个李阳到底在干嘛呢？我只听说他最后一个出圈的事儿好像是家暴啊，再往后就没听说他出什么事儿了。这个禅语摩托车的维修艺术好像是西马国际版上有啊，我觉得播的挺不错，要不老范国内西马找找，哎呀，实在是太累。就是对于我来说最难的还是时间不够啊，我其实是一个不怎么看新闻的前新闻人，好吧。这个，那我转述一下，李阳说黑神话悟空的当红是民族的悲哀。是的，他说所有人打游戏，只要打游戏就是不应该的啊，就是有罪的。大概说了这么两句话吧。家暴之后基本上就臭了。是的，加入安利在安利啊，这个又真是没想到。好啊，我们继续。这个 IBM 离开中国这一期，有人留言啊，关于 IBM 裁撤研发之前，听做财务的，外国同事说过，外企在华获得利润要汇出，会很困难，而且要交税，税率很高，具体多少我不清楚。所以很多外企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研发的一个目的就是将外企的利润用于，投资于研发啊，从而通过技术形式反哺到总部，这样，就变相的转移了在华获得的利润。老范，以你的经验，这个说法是否靠谱？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因为 IBM 在华业务萎缩，利润大幅下降，导致无法支撑境内研发的投入，所以才关闭了研发？我比较怀疑这类公司的裁员决策多半是财务主导的啊。这件事儿呢，分三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呢是，外企在中国挣到的钱呢，一般是分两种钱啊。第一种呢，就是你直接买了零部件或者买了国外技术，买了国外的某些服务，这个钱呢就老老实实就直接交出去了，啊，然后呢政府也不收税啊，或者尽量的要少收税，啊，这个相当于我们进口了嘛。然后另外一部分钱呢，就是你在中国做了研发，然后在中国挣的人民币再汇出去，这部分钱呢确确实实要交税，而且税很重。呃，据说应该至少是20往上吧。然后呢，但是我也听到过一些说法是呢，有些税率是会达到50的啊，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重的。他们呢也确实为了不把这个钱汇出去交税，啊，然后呢在国内做很多投资，不是说在国内做研发，而是在国内做投资。啊，那么投资完了以后呢，他们最后会把这个报表合并回去，就是你在这个中国产生的收益，我只要不拿走啊，那么中国政府也不收你的税，那么它算是你的收益。那么这些收益、你的资产的增值，这些都可以写到你报表里去，对于股市是有用的啊，这个一般是这么处理的。然后第二件事儿呢，就是这些外企在国内做的这些投资也好、研发也好呢，一般也都是服务于中国本地的啊。他一般很少说，我在中国招一帮人，然后这个做完研发了以后，然后反哺回美国去。这件事儿呢，不是说没有，但是并不是特别多。啊，像我们以前见过有一些团队是在中国做研发往美国带的，这个但是其实挺难的，或者他们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美国也在做，中国也在做，然后大家再去赛马或者比赛。但是呢，中国团队一般这个比赛都是相对弱势一点吧，就是项目我们一般做得好，但是美国团队一般会有印度的 team leader 来帮你进行讲解哈，然后这个离总部也更近。其实很多东西就是这样，你谁离总部近，谁更容易胜出嘛。所以呢，这个在中国做研发反哺总部这件事儿是不靠谱的。然后最后一个呢，是这个就是中国业务肯定是大幅萎缩，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利润下降啊。这个关闭研发中心这件事儿呢，肯定是有财务在里边提供意见，但是到底有多主导这个事儿呢，就没法确定了啊。这个问题要分3阶段来回答。我看看还有这边有什么啊？
刚说一句臭豆腐，怎么就不说吃的了？这个老范去天津可能去错馆子了，天津有很多不错的。行吧，我下次再去天津，你们带我去吃啊。我上次去天津，这个塔主带我去吃的也不是天津本地馆子，我记得好像是去吃了个东北菜。所以天津到底有啥本地好吃的？我真是，你说我作为一个天津人，我是有一些小时候的记忆，但是现在的话真不知道。直播带货行业最近也是压力山大，新选和三只羊最近也在打嘴炮，交个朋友也开始卖课了。董宇辉也被爆出了很多黑料，长期看要翻车，罗真是行业明灯。哎，这个事儿怎么说呢？你靠嘴吃饭的，天天都在人前晃来晃去，你是不可能不被人黑的，这个没有任何办法。用英语家暴啊，这个不知道怎么说。李阳的当红是民族的悲哀啊，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是对的，我认可。怎么看待对岸同胞如今为今上指明方向这个话题？不知道啊，这个事情没处关注。这个Whisper Story 啊，这个你说话要注意一点，不要坑人啊！我要郑重的提醒你。老范了解安利吗？不了解。我光知道他在国内做，原来叫传销啊，后来改叫直销，具体怎么做就真的不是那么熟了。他去安利也挺合适的啊。我虽然没见过他本人，当时上大学的时候，他们的人在我们这儿公开演讲，这个好吧。塔主作为女士，是不是特别讨厌李阳这种人？即使他没有家暴啊，这个我觉得你没必要去研究谁到底喜欢还是不喜欢一个人啊，这个真的是意义没有那么大。核心技术不会放在中国研发，不安全啊，这个倒也不至于。只是呢，其实研发技术最好还是把所有人放在一起啊。这个你如果都放中国的话，就是管理上不方便啊，没什么别的。女士追捧李阳的黑压压的一堆一堆的，是吗？这个就不了解了。没有家暴之前，我对他无感，因为本人学英语也不是靠吼的。家暴之后，就彻底拉黑名单了。他家暴的老婆是美国人，其实很多可能是中美对于家暴这个定义不同，很多中国人觉得两口子推推搡搡这个事情在美国就可以关进去了。哦，这么厉害。这个老罗的锤子手机虽然品控做的贼差，但是锤子的这个 OS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Big Bang 和 OneStep， 还有这个我觉得以后咱们可以去单独聊一下这个锤子手机这个操作系统的事情。但是这块呢就很深了啊，这块很深了，我得看一看，我看看我能不能找到相应的资料。就是以前我们肯定是专门做过研究的。锤子手机的这些操作系统，这个一些新的功能，以前我们都这个专门的是在公司里边开会去拆解和研究过这个东西的。然后这些产品呢，或者说这些点吧，应该还是就是有些是有创意的啊，但是这些创意呢，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以我们当时的认知来说，并不算是顶级创意。所以呢，作为产品经理来说呢，他并不算是一个特别合适的产品经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其实对于产品经理是有自己的定义方式的啊，就是每个公司或者每一种文化对于产品经理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就是像我们肯定对产品经理有一个特殊的定义啊，但是他肯定距离我们要求的还有蛮大差距的。12年啊，12年和 IBM 研发中曾开会啊，年纪相仿。看他们就知道用个 email，其余啥都不灵啊，一点都没有互联网思路，早就该关闭了。他们有的时候用 email 也是为了留证据，你好多东西你拿微信跟他说完了以后，他不给你发封邮件的话，你最后出了事儿了以后，他还会追责的。下次带你去吃张记包子铺吧。好的。国内的研发主要是为了定制和项目落地，国内没有什么业务了，自然也就不需要了。对的，IBM 研发中层不一定非有互联网思维，把 IBM 的产品线那么多，这倒是真的。IBM 里头真的是学什么都有，研究啥都有，就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人不做的啊。当年柴静采访李阳，虽然我反对李阳家暴，但是柴静全程被李阳碾压，李阳避重就轻，最后
得出的结论就是家暴是中美文化差异啊，这个事儿我还没看过。我是在法庭做过翻译的，作为女性，我要说一句，美国对妇女保护真的很好，比中国好太多了。这个好吧。我同意啊，虽然是小聪明啊，倒是能够解决当时一些智能手机传统的痛点。其实很多的这些痛点呢，并不是痛点啊，而是就是怎么说呢，是一种焦虑啊，就是他给你制造的焦虑。你要不跟你说呢，其实你也不算是什么大的痛点。这种痛点其实是有一套验证方法的啊，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痛点还是假痛点，而不是说老罗站在台上，我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东西好棒吧，好棒，然后这就是一个痛点了。就是他这种演讲方式的话，会极大的污染数据的，对吧？这个有机会可以大家探讨这个问题啊。这个华为这次三折屏会抢苹果的风头吗？对于粉红来说，他们就买华为就行了啊，这个无所谓的。据说华为三折屏现在在黄牛手里头已经抢到了7万块钱还是6万块钱一台，啊，真的有粉红愿意买，这也没什么好说的。这个好啊，你们看来还聊到一起了。锤子 OS 啊，产品足够韧性，是的，产品研究还是要有生产啊，产品力啊。锤子手机虽然有些独特的，但是正常的功能跟同价位相比有点拉。这个事儿呢，回头我觉得关于产品这个事儿我们再聊吧，今天就不在这儿聊了啊。风投应该主要注重项目本身，虽然也看人。老罗是倒过来啊，也是中国特色啊，这个你其实说反了。这个特别是早期的投资啊，早几轮都是只看人不看项目。这个你比如说像这个徐小平啊，只投清华的，只要你是清华的、是斯坦福的、是什么这些名校，他就投啊，甭管你做什么，他都投，对吧？这个也真的跟项目没什么太大关系啊。反正英语学习我是坚持的，语音派啊，像传销似的打鸡血，我是挺嗤之以鼻的，好吧？这个我就不跟大家研究英语学习的事儿了，我英语比较烂。美国对男人的保护差一些啊，你们看那些那么多美国老中上赶着，回大国啊，然后津津乐道啥技师啊，你看看你这个我们不知道啊，你又在说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啊，现在还建议转行做游戏开发吗？建议没问题。这个用邮件才是最好的啊！我们就是只要不发邮件，微信里聊什么都可以当做无事发生，加上严格的抄送制度，可以有效的防止拍脑袋的领导。是这样的。第一次看直播啊，这个好吧，我们这个梗还在继续啊。今天和程序员朋友聊天，他说中美 AI 大战，他认为中国应该是必胜的。他的观点是中国现在搞的这些正能量 GPT，对于美国程序员来说很难实现的啊。因此，美国在 GPT 的运用上肯定要比中国在 GPT 的应用上肯定要比美国更胜一筹。中国能做出符合中国政府需要的正能量 GPT，那也能够针对红脖子搞川普 GPT，对民主党等左派搞奥巴马 GPT，对穆斯林搞安拉 GPT 啊，这就是制造业。技术可能是美国的，但是生产和优化肯定是中国的。这件事儿呢，正好有一期视频我在讲说这个，中美之间现在主要差在什么地方啊？这个视频呢已经上传到会员频道了，然后大家就是非会员大概是礼拜五早上能看到，我已经传上去了。如果这个会员的话，现在应该已经看到了。鸿蒙如果离开安卓，有关部门会不会协调其他厂商安装？啊，不，这强制不了，这个真没办法。离这个使命结束还远啊，人家还有大量的系统在这儿转着呢。我说的没错，只看人是中国特色啊，别说美的，就是孙正义当初不也是看马老师这个人长得有特色吗？马老师，孙正义又不是中国人，孙正义是一个韩裔日本人啊。这个别把什么人起了个像中国名字似的人就往我们这儿塞啊，他跟中国人没关系，我们不要他。如果搞个正能量，还要程序员啊，那还是 AI 嘛？
这个这个 AI 也是需要程序员才能进化的啊。好，我们继续读评啊，这个是郑刚痛斥罗永浩啊，这个有很多人留了评论，这个里头呢，所有说你要去找罗永浩回来聊一次的这种呢，或者说没有罗永浩只有郑刚，这个就不公平这个事儿呢，我只能说啊，你们太幼稚了。是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你把罗永浩这种人拎回来去做访谈，你就听他一个人在那扯就完了啊。这个就是来啊，这个请开始你的表演啊，表演完了吗？啊，这个我们开始收摊子了，对吧？其实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很多人他就是这样的，他就可能跟刚才我们讲那个李阳是一样的，他气场很强，然后这个也很能喷，他到这儿来以后，你根本就没法跟他说话。那你说你要他来干嘛？不是任何事情啊，当事双方坐在这儿就一定能说出个子丑寅卯，一定能说明白的，对吧？有些人呢就属于比较幼稚，他就觉得，哎呀，你把双方都搁在这儿，然后大家都说说，然后把这事儿说明白了，不就完事儿了吗？如果事情这么简单的话，那世界上还要世界大战干嘛？还要打仗干嘛？对吧？还要国家干嘛？还要警察干嘛？他就没有这些乱七八糟事儿啊。他有些人他就是说不通的，然后说不通，再加上有一些人这个本身嗓门又很大，对吧？这个气场又很强，那你说你把他拎来干嘛呢？啊，这个事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所以就不用再说，啊，你就把老罗找来，老罗如果哪天说我想来啊，那我们也欢迎，没问题啊，我就会搁这儿说，来您说吧，对吧？这个您说够了啊，我把直播一关，完事儿了，算他蹭他流量了，对吧？他给我带一堆流量了，我也无所谓，哪怕他是到我这儿来把我臭骂一顿，那也是流量啊，这个没毛病。啊，你要让我跟他说个有来有回，说个明明白白，对不起，这个臣妾真的做不到啊。这个是这个关于郑刚痛斥罗永浩这一条里头啊，这个有很多人都在评这个啊，就是我们就统一回答一下。再往后说小听了前半段，钱借出去都是问题漏洞啊，但好像又互相扯皮，语言不详。有句老话，欠银行10000元你是孙子，欠银行10个亿银行是孙子，类比不知可否一窥。请有问题打官司，自媒体扯什么蛋啊？这个老罗带货都嗨得很啊，人设熬的也没错啊，这个崩了也，这个老罗的人设都要崩了啊，大概是这样的。这个事儿怎么说呢？你就还是把这个事儿看得太简单了啊，就是每一件事情在发生的过程中它会有很多的牵扯。今儿呢，我还专门看了一下老罗自己对这个事儿的回应他讲的是这样的，就是说，当时呢，这个1500万呢是，叫什么呢？是这个可转债CB convertible note。然后呢，本来应该可以转债，其实转了债呢，对于这个基金来说也就无所谓，这事儿就过去了。但是呢，因为有人在里头不签字，所以最后转债失败了，就必须要还。然后老罗说：“我认这个钱我借了，我也确实没还呢，我也确实要还。但是呢，我就是最后一个还有先有后，我最后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他骂我所以我就最后一个大概也就是这么个意思吧。至于说抵押房子什么这件事儿呢，后来这个叫谁呢？郑刚最后他也没说后来我说你不是前面讲了说你还这个先借了他1500万，后来又抵押房子借了他2000万后来说2000万这事儿我们就不说了具体是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反正郑刚既然自己不想提这个事儿了呢，咱就当这事儿没有了就完了，对吧？那么这个1500万确实是基金借了借的时候呢没有个人连带责任，而且借的时候呢，按照老罗自己的说法，因为我们呢没有看到协议，就这种协议它都有保密条款，就是这个协议你不能给别人看所有协议都有。老罗呢，作为一个这种大嘴巴的这个网红呢，他可以上来说他就这么写的，对吧？他等于是也算泄密吧，但是这个呢，反正我们就当他说的是真的然后最后转股失败，你就还老老实实得还就完事儿了。当然，郑刚呢，肯定作为一个投资人也是郑刚其实是个财务出身，对吧？他原来是做这个，他以前是在通用汽车做这个财务分析的他是这样的一个出身，他应该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然后呢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严谨的人，该保密的事呢他就不能说这个协议里头有保密条款我们就不能出来说这件事儿那么这件事儿呢也就如此了吧至于说别的呢，这个
不是说你欠银行10个亿，银行就是孙子了啊，也得看你是谁啊。你如果是一个私企，你敢欠银行10个亿，你看他不弄死你啊？你要是国企，那肯定银行也拿你没招啊。再往后说还钱总要有先后啊，不过威胁态度好就先还款确实离谱，还钱要么按照比例同时还啊。这个还钱呢，肯定不是说你想先还谁就还谁啊。老罗今天还在讲说，我就最后一个还他，这个事儿本身是违法的啊。正常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要么就是按照还款次序，一般情况下债呢是先还啊，其他的各种款项是后还啊，它有一个清偿次序。你如果违反了清偿次序的话，也是会被起诉的，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一般的这种债务都是在清偿次序里占的比较靠前的。第一个就是清偿次序，第一是员工工资啊，就是因为你不给员工发工资这事肯定是有问题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债务啊，然后再往后才是什么投资款啊、什么回购啊、什么这玩意儿，是排的比较靠后的啊。这个是大家要注意，而且呢，不可能说我在这一波清偿次序里头先还谁后还谁啊。一旦是比如这一波应该还这个次序里边的这一系列钱了，那么这些钱呢一般是按比例还的啊，否则的话就会有人起诉。这个事儿是不是他拍着脑袋大着嘴说啊我最后一个还他，这事儿他说了不算啊。再往后啊，要吵架就正面吵啊，打官司就继续法院见，找第三方媒体没啥用啊。还有，还是投资有风险，投资方不了解怎么偿还债务啊，还把这个投资变成了所谓的还钱借钱的说法，自己都说了，他们投资方严重失职啊。这种投资机构有什么可信度、专业度啊？这个就属于一个完全没听懂我们在说什么的人。投资呢肯定是有风险，像我们做风险投资的时候，一般投10个案子，最后能剩个2、3个就不错了。所以投的时候就已经都打出富裕了，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然后至于说这个投资呢，它也有投资款，也有借债款，它大家是不同的协议，对吧？咱们现在就讲的是借钱这件事儿。至于说，是不是因为个人感情，然后做了一些这个，或者说在自己的权限里头走了一些更远的路出去当时呢，这个郑刚也承认他有一些感情用事，有一些太信任老罗了太爱了这事儿，对吧？那么这个呢都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投资人这件事儿呢，虽然我们一直鼓吹自己是相对理性的，但是绝大部分的这个决策都是在人的基础上来做的都是感性的。你没有谁说我做的这个决策就是100%理性，你100%理性照机器算就完了把所有东西都量化都量化，最后打一分多少分以上投，多少分以下不投，不就完事儿了吗？所有这么干的投资人最后都会赔得掉裤子这个想都不用想因为你一旦是有这种公式了，就太容易被骗了。再往后这种事儿如果不采访老罗，只听单方面的这个就没什么意思了这个老罗的事情，他愿意上哪儿说他自己说去他反正他也不缺这个舞台，对吧？之所以我去找了这个郑刚呢，第一个是我认识这个倒也没有那么熟还是认识。第二个呢，就是郑刚呢，其实相对来说要缺乏一些这种在外边发声的这个机会，所以让他也有一个机会出来说一说。当然，我们这种平台上的播放量呢，肯定跟老罗那个是完全没法比你像整个这期视频大概也就放了1万多次，对吧？老罗那个人家可能同时在那听直播的人家好几十万人、好几百万人，对吧？所以这个也算聊胜于无吧。而且我告诉你，很多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讲一个另外老罗的故事这个是罗振宇的故事。罗振宇呢有一次跟我们聊天然后呢就讲了一个让我特别认可的话。什么话呢？他有一次当时是到猎豹去跟傅盛在一块他跟傅盛是朋友。然后呢他就说如果有人来问我说这个傅盛跟周鸿祎2个人吵架了罗振宇你站谁的队罗振宇说我肯定站傅盛的队。说那你怎么能够判断傅盛是对的，那个周鸿祎就是错的呢？老罗说很简单，这个东西叫帮亲不帮理我认识傅盛我跟傅盛是朋友，我跟傅盛熟，那他说啥都是对的这个周鸿祎我不认识他他也没跟我打过任何交道，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那我当然是帮亲不帮理了。
这就是中国人的玩法儿，对吧？所以呢，好多事儿呢，我们就是有立场啊，就是千万不要觉得我每天鼓吹大家要中立啊，我们就真的中立，我们都有立场。但是我呢，就是我觉得我做的比较好的有两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不鼓吹自己绝对中立啊，就是我也承认我有立场。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不会歧视别人啊，持不同立场的人。当然有些人就做不到这一点啊，有些人说啊，你看我是中立的，你们都错了，你们这个立场先行了啊，这个其实他自己也有立场，然后他批判别人立场先行。还有些人呢，就是所有跟他立场不一样的人都是傻瓜啊，这个是两种是我相对来说比较讨厌的人。好啊，继续。这个他们的核心争议应该是投资回购这件事儿啊，采访中没有他讲清楚。投资回购呢，我倒是觉得以后有机会可以单独谈一次吧，因为他们的争议核心现在其实跟投资回购也没关系了，就是借款把这个借款还了就完了如果借款还出去呢，这个事儿就算过了这个至于投资回购这个事情，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条款，有特殊的执行方式。我呢应该是在会员频道里头专门有一个系列课程，讲这个投资协议怎么签，专门有一段在讲这个，我们管这个回购条款叫跳楼条款就是这个条款一般是怎么设置，如何处罚，然后如何去执行但专门有一块是讲这个，有兴趣的你可以去看。然后这个我们看看这边有什么今天隔壁一个部门被全部裁员现在外企工作，挺没安全感，生怕哪天就被国内竞争对手卷死直接关门退出中国市场。这个你如果在外企的话，就是能出去就跟着你们企业一起出去别在国内待着。美的当然也是看人当然不是都看人了，对，大家肯定都是有这个，就是他没有哪件事特别绝对反正只看苹果发布会鸿蒙系统内置那啥中心还深度绑定，整什么纯净模式就不用了鸿蒙系统我肯定是不用的苹果发布会我应该也不会看，因为今年我 iPhone 15 Pro Max 使得好好的，16应该肯定不会买，这个至少应该用个2年到3年吧会换。作为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主，我表示老范要真能把罗永浩找来，对老范的订阅和会员增加会有很大助力。是的这个事儿没问题但是我真不认识他这个所以也没有空去找他。而且呢，就像我们这种小号，你就算找他来，又能怎么样呢？对吧？人家也没空来搭理你。而且好多人说你咋不找罗永浩来？有本事你们找只要你们谁能找来，我这儿都接着没问题哪怕是他上我这儿来把我臭骂一顿，我唾面自干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别看鸿蒙声量大，各种国内定制 Linux 才是亲儿子，红旗、麒麟什么的，活得好着呢这个就不是那么了解了。王自如和老罗这个基建过以后，可被黑了 N 年这个没什么，就是我们会这个，就是我会这个吸取经验教训的他来了你就说您想说什么就说，然后呢，我会可能最多把一些我感兴趣的事情问清楚也就完事儿了问清楚了呢，尽量让他把想说的都说明白，对吧？面对这种就是这种特别社牛型的这个访谈对象呢，作为主持人来说就干一件事，就是让他把想说的都说了，对吧？你也打不断他，你跟他说什么他也不理你，对吧？这种人你让他说。国内企业工作就不怕被国内竞争对手卷死，之间关门退出中国市场，国内就直接去送外卖不就好了吗？当年罗跟王自如的辩论完爆王自如，王自如辩论结束后一句话说了一句实话，罗永浩缺少对制造业的敬畏。是的，是的，他其实也不算完爆吧，就是他就属于这种气场又足，说话又快，不停的打断别人又没礼貌，就这么个人呗，对吧？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应对得了的。作为苹果产品的深度使用者，我表示看了各种爆料之后，对于9月发布会的产品没啥想法了。是的，我觉得苹果就是怎么说呢？你到了该换机的时候呢，发不发什么你也得换
你没到该换机的时候发什么的呢，你也不用理它。刚才去用机器人了啊，找了一个自动分段机器人，太香了。其实不用自动分段，它自动分段是自动的，你只要是选好让它分，它自己就给你分好了，cos 都是这样干的。我真觉得啊，看付费会员内容，需要笔记本、圆珠笔、电脑三件套一起用啊，这个不要太这样，这个我会害怕的。如果想要精准达到自己的目标，还是要把别人的工作流拿来改，对，这个是真的，改成自己的。他现在还没到改工作流那个事儿呢。这个老范要是跟老罗对谈，那就上演了秀才遇上兵啊，不在一个频道上尬得很啊。其实也没什么尬，就是你要一开始已经想明白这件事儿，那你就说你让他请开始你的表演就完事儿了，对吧？这个王自如那才叫秀才遇上兵呢啊，他还惦记去跟老罗去正本啊，这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3件套的笔记本是电脑啊，这个可能都需要。郑刚舆论上整不过罗永浩的，对啊，这个我当时也跟郑刚讲过这话嘛，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说过嘛，就是跟猪决斗，猪会得到乐趣，你只能弄脏衣服嘛。但是郑刚说不，我今天就要这个跟他去讲这个道理。这个呢，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不是很理智的选择吧。不是郑刚不说那1500万的事儿，我猜应该是另外一笔更大的借款，是拿房子抵押的，借款有保密条款，郑刚不说，郑刚有苦难言啊。我估计那个钱有可能已经还掉了，就那2000万，有可能就是他前的1500，后边2000有可能确实抵押了房子，然后那个2000应该是已经还回来了，或者是通过一些其他方式已经处理掉了吧。还是别连线了，万一被裸粉举报封号啊，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啊，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iPhone16美国版本的值得买吗？你现在使的是 iPhone 十几啊，就是你该换了就去买啊。如果你现在是15 Pro Max 就别买，如果你现在比如说是14、13你就买呗。建议台主看一下匹配 eSIM 加实体卡的版本最好，反正别买国行的和港版的。这次说港版是可以用 Apple Intelligence 的啊，国行的不行，这也很神奇啊，未必就那么口才啊。不如说观众里面喜欢老罗那种逻辑的有点太多了。其实也不叫喜欢老罗那种太多，他呢是一个双向筛选。就是现在呢，你比如说有人讨厌我吗？肯定有啊，很多。但是呢，这些人他以后就不看了，对吧？大家坐那儿看的还都是喜欢我的，不就完事儿了吗？当然每一次也都会有一些人呢，在我的评论区里骂我说：“哎呀，你怎么净胡说八道啊？这个讲的好啰嗦啊什么，每次都有。”但是呢，我每次看到这样的人呢，我就很开心。为什么呢？就说明 YouTube 的推荐算法在干活，他在想办法把一些我的内容推给一些从来没看过我的人那么这些人可能有一定比例会上来骂街他不适应这种格式或者不适应这种模式，那不喜欢就不喜欢呗，他就离开了，然后下一次那个再有新的人进来，但是呢，你总会有些人留下来的。这个美国好像现在都是 eSIM 对，美国现在都是 eSIM 14你可以换个16了。这个一定要买 Pro Max 你至少买 Pro 吧，不对，Pro Max 不一定，至少买 Pro。这个普通版的不建议美需苹果 AI 年底才会上线，而普通版本的 iPhone 约等于减配版本的上一代旗舰。是的，所以一定要买 Pro。AI 15 Pro 8G 的够用这个看吧。时间的朋友跨年晚会终于输给了时间，他们还是会开吧，反正去年还开了，今年应该还是会开吧。这次去欧洲才发现，原来国版不支持 eSIM，我原先以为苹果是普世的，这有什么普世法？弱弱的问一下以老范的高度看，贾会计走了后还投资他的那些人是真傻还是假傻？你不能讲谁真傻这件事儿，对吧？大家都有自己的算计，觉得能赚回来。这个国产 iPhone 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叫国行 iPhone因为15那个版本，特别是 Pro 版本，全都是国产的。
这是什么？签对赌协议啊，对赌协议也可以讲。这次好像 GPU 独角兽，这个这个其实没什么可讲的。这个对赌这个跟大国没关系啊，我们都是跟美国人学的啊。这个你不要坐在德国啊，坐在德州了，然后就觉得这些都是大国发明的，我们才不发明这个呢，这都是美国人发明的。啊，我们都是跟美国人学的。对赌协议可以讲一讲，但是这种讲的一般会在会员频道里讲，你就听不到了。这个跟罗永浩对话完了之后了，老范单独再做一期啊，再蹭一蹭到底。这个其实没什么意思，他这事儿就这么点事儿，对吧？又有很多东西不能说，其实意思不大。缺少对制造业的敬畏也是一种互联网思维。这个所谓缺少对互联网敬畏这件事儿呢，啊，对制造业敬畏这件事儿，其实后头是有深意的啊。这个我应该是在前面讲过，在这里呢就不再重复了啊。这个老罗其实是被坑了。最近想买游戏本啊，这个游戏本那你就老老实实去买外星人啊，或者像我一样去买那个 ROG 啊。帮亲不帮理啊，这不是中国人的玩法，这是社会关系的信用基础，是这样的。最早的讨论法和这个讨论法与理的时候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啊，算是一种比较普世的社会准则吧。这不挺好的吗？淘宝全面接入微信支付，是否意味着阿里放弃蚂蚁上市？这个蚂蚁上不上市跟他没关系了，对吧？蚂蚁人家现在后头一帮国资着急上市了，跟他有啥关系？老罗就抓住一点，王自如不敢爆出来说谁，不敢爆出来谁说的锤子手机质量不行，最后王自如被爆锤，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流氓啊，就是老罗在这件事儿完全流氓。他是什么呢？就是，呃，你跟我讲什么道理，我就逮着一点，然后猛锤，啊，然后呢，也不给人家任何的思考和这个讨论、辩解的这个机会，反正我就这么跟你猛锤，对吧？你看新闻联播，你经常可以看到这么说话的，啊，你这个人权怎么样啊？你们100年前还杀印第安人呢，啊，又怎么啊？你们100年前还怎么样呢？那怎么你100年前还怎么样呢？是不是跟老罗这个很像？对吧？然后你们还觉得老罗啊就是对，这个好吧，这个也就这样了啊。单独做一期，还是流量有限啊，不如跟着老罗，呃讲演做点点评啊。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可点评的，就是老罗他其实现在都是在卖货，人家在努力的卖货，对吧？人家也是在卖货的过程中在扯这些蛋。反正我呢看着呢会说两句，我也没空专门看他去，都忙着呢。少关注老罗这样互联网，哎，也不叫小丑，就是大家呢都是玩流量的嘛。我也是玩流量，人家玩的还比我好，但是也没必要去这个这个讲他具体怎么样啊，就是咱们没必要去贬低人家。iPhone 14 Pro Max 啊，这个其实还是很 happy 的，不想换。那16还是值得换的啊，因为15 Pro Max 是可以用 Apple Intelligence 的，啊16可以用14用不了。第一次赶上直播啊，欢迎！这是在台湾的朋友，这个赶快加小扳手，从兜里掏个小扳手扔出去。这个老罗可以教 GRE 的逻辑老师，职业的。哎，这个老罗的英语到底怎么样？他这个新东方的英语老师，人家很多人说，他离开新东方之后，就再也没有看他讲过任何一个英文单词了。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真正的罗粉已经转罗黑了，我就是，深究罗的言论和这个行为很多前后矛盾，心口不一。哎，我觉得倒也没必要对人这么苛求啊。苹果充电一直是硬伤啊，好吧，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啊。马上出 mini 7了，8寸板子才是神中神，我是不喜欢，我喜欢大的。我现在还在后悔为什么没去买那个它现在应该是13的吧 Pro Max 啊，就是那个 iPad Pro 啊，我一直还想买那个呢，终于赶上了。哎，我们又有一个这个会员，
没有小扳手，赶快发一个。第一次看直播，对你应该是第一次，或者至少第一次在直播上发言吧。如果你以前发言的话，至少应该有个小扳手在后头。这个估计得给你上小扳手了。是的，已经上了。兄弟想多了啊，万万不会给 mini 上高刷的。哎，其实我觉得 iPad 上高刷意义没有那么大，大家也不在上头打那种特别动作的游戏。时间的朋友当年卖了很多十几年的套票，不知道当年买了的人啊，还有几个会去看啊？这个无所谓了，你就跟健身房似的，卖了健身卡以后有多少人去呢？mini 是4个喇叭吗？我是不爱使 mini 啊，两个。两个不是立体声啊，这个那就不知道了。我是以前买过 mini，后来就再也不用了。15 Pro Max 啊，拍照摄影提高很多，可以直接拿出大文件啊。至于充电，其实我觉得还好，我的 iPhone 基本上都是那个贴在上面充的，就是都是磁吸充电。这个老罗早年讲课说过啊，多档制以后，他要组个档啊，我很看好他。这个你要老说这个，老罗就玩不下去了，对吧？这个我记得是散人还是谁说的，说这么多的早期大 V 里头，唯一一个还有微博账号的就剩老罗了，对吧？连这个谁胡锡进都被禁言了，对吧？老罗还能说话啊，你可见这个人有多么的圆滑。强烈建议录视频或者直播的时候，Discord 的声音能不能关掉？这个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是关的，但是它有的时候会时不常响一声。这个声音是不是还挺有场景感的、现场感的？是的。这个得问塔主了。塔主，这个你跟老罗有没有共事过？罗在新东方时期是教词汇和填空的，受过训练，所以其逻辑比普通人强。哦，这样的。反正这块就不是那么了解了。对赌或许是美国发明的，不过大国的对赌似乎和美国的逻辑不太一样。例如，美国允许个人破产。这件事儿是这样啊，就是大国对赌这件事儿呢，也不是说就不允许个人破产啊，就是你还不上就还不上呗，你还能怎么着，对吧？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这个只是说会一直给你挂那儿而已啊。这个，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担心这件事儿。但是对赌还有回购呢，是一个单独的话题啊。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我可以再讲一次，因为原来讲过啊，而且还讲的挺细的。罗在新东方的时候，其实那个讲法也基本上是脱口秀。其实他真的是很好的演讲者，从专业角度来说，但是他的口语很不咋地啊，阅读和词汇量惊人啊，这个也可以吧。呃，语言和思维哪个重要啊？英语翻译成中文会损失多少思维和信息呢？中文非母语的人怎么可以跟英文母语一个水平？这你问我就不知道了啊，就只能练了。对，这个最近听播客发现富盛到处在串场讲 AI 话题，是这个对，他是准备做大模型，他也确实四处串场，这个那怎么办呢？那就串呗。但是他串来串去呢，反正没有这个周鸿祎串的好。感觉词汇填空和 GRE 不是那么逻辑，好吧，这个就不懂了啊，跟英语相关的不懂。这个真说错了，mini 几乎是，刷剧游戏机啊，大屏的 iPad 才是真正没有人玩游戏啊，好吧。但是 mini 的 CPU 玩游戏合适吗？反正我是从来不用这玩意儿玩游戏的，我拿这东西最多玩羊了个羊。啊，今年16外观跟15差不多，好像也就是多了一个颜色而已啊。14跟15的外形也差不多，也就是多了个颜色吧。我原来那个12好像跟15也都差不多。明年17外观大改以后会变薄，我觉得变薄挺难的，因为你镜头跟电池那块真搞不定。但是呢，边框变弧度是有可能的，它反正苹果反正每过一段时间变直，然后过一段时间变圆，啊，这个变圆了有可以再去整一个，跟他没交集啊，是小白老师的时候他来讲过一次新教师培训课，我坐在下边
记得他讲的高山族的段子啊，仅此而已，好吧？大号手机，但这东西没法打电话呀。对，就靠硬背啊，是背单词这个事儿，我反正也没有解决。好，咱们继续啊，还有好多评论呢，我们得抓紧。这个柬埔寨运河啊，主要是 BOT 能不能实现欧的预估测算的数据是什么样的？可操作性又怎么样？上游到底有多少订单？这件事儿怎么说呢？欧这种东西其实很难测准啊，就是我们运营这条运河的时候到底怎么样？如果整个的世界在向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们把大量在中国境内的企业搬到柬埔寨去，然后在那边去生产，然后把这个原料运到那儿生产完了再出港，那这个生意就能挣回来。如果未来可能全球化都不好，然后全球经济也都这么半死不拉活的，那这个欧就没法讲。所以这种东西呢，其实预算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啊，测算。像我们以前投案子的时候也这样，就是我们写投资报告的时候，专门有一个项目是未来3年财务预测。后来我们每一次就去问财务，说你希望我们写成什么样，对吧？你告诉我要写成什么样，我就给你写就完了。啊，你说是几，我们就给你写成几啊，这个其实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个再往后，“一带一路”刚开始我觉得不错，输出过剩产能挺好，但是工程集中在发展中穷国，依靠债务投入来维持，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工程项目出现亏损，将面临债务激增、过剩产能去不掉的问题。事实上，因为“一带一路”原本所谓的去杠杆变成了加杠杆，又维持了好几年的经济。现在就报应的时候了啊！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中国人呢，一般是就是我先借钱，借完钱以后呢，再给你把债务取消了。现在中非论坛不就是一下把非洲这么多国家的债务一笔勾销了吗？因为我原来去过这个中非基金啊，就是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就是中国派驻南非的面向整个非洲进行投资的这种基金，他们投的案子都是赔钱的，没有一个挣钱的。这个原因其实也很复杂了，这个我们今天在这儿就不详细讲了，就是反正我们有一套特殊的操作方式。再往后啊，最重要的目的你没说啊，越南在南海最紧张的时候，向联合国提出向南海延伸大陆架的主张，和菲律宾联合分配南海。越南的外交是中美两边这个敲竹杠啊，这个拿最大的利益。这些年，中国加越南飞速发展这个中国应该帮老挝和柬埔寨发展，牵制一下越南。这个呢，你要当是过家家呢，你可以这么想啊。这个虽然是这个运河开挖了，越南的老大跑来了，对吧？但是呢，越南的高铁项目也没有给中国，这个越南的高铁项目包给印度了啊。这个反正也让我挺匪夷所思的。印度自己的高铁项目是包给日本了，然后最后也没有做得很好，也是追加投资完了以后，到现在也没有完工，对吧？然后越南把他的高铁项目包给印度啊，这个反正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里边有很多政治、商业和非商业相关的因素在影响吧。绝不是说我看你不顺眼，敲打你一下，然后这个事儿怎么样了？这是这个小孩过家家才这么玩呢，大人都不这么玩了。再往后，这个柬埔寨有出海的商品吗？然后妥妥的还要依赖中国，再然后，又说不赚钱，再就是债务啊。这个其实刚才我们讲过了，柬埔寨有可以做出出海的产品来，只要我们给它做就行了。至于说依赖中国的话，我们肯定是希望它越来越依赖我们，对吧？不希望它走着走着就自己玩去了那么债务呢，最后不行就取消呗，就跟中非论坛似的，你最后上来说我支持中国统一你的债务取消了，对吧？也就这样嘛。再往后这个霸王茶姬张俊峰去海底捞当董事这件事儿，说好老范我知道了我把这些草根英雄的故事讲给成绩中下的孩子听听，让他们都去试试运气，别跟自己死磕读书这个怎么说呢？草根英雄呢，还是这种极其小众的个别案例属于小概率事件。我觉得孩子，如果您还管得着的话，还是尽量让他们好好读书吧。对吧？这个如果实在读不好了再说。而且这些人呢，都是
就是家里头肯定还是有事儿啊，就是他本身是天才，对吧？如果给了他们很好的环境，他们没准还是能够成为学霸。就是怎么讲，这丑小鸭的故事最后告诉我们说，能够飞上天的只能是天鹅。你如果是只鸭子的话，长得再丑，你都飞不上天啊。所以你们家的孩子呢，还是好好学习啊，这个别想别的。好，我看看这边啊，就在20分钟前，《我的世界》电影发预告片了。这个《我的世界》真没什么兴趣啊，可以让我儿子去看，他是这个《我的世界》的忠实粉丝。老罗的阅读和词汇量，让他试试阅读菜单就知道了。新东方那种词汇教学啊，教几年后，肯定托福 GRE 词汇量大啊。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应试教育，可以打电话，不过实体电话不能离太远啊。我知道是走这个 iCloud 账号这块儿。小扳手啊，这个也看老王吧，老王是谁？回购的话，老板不想回购，老范有其他建议吗？现场一级市场，买方啊，买方强势什么意思？这个其实这样啊，就是回购这种事情，你是很难强迫他回购的啊，这个事儿非常非常难。这个如果他真的没有钱了啊，你要求他回购，他就直接破产。啊，这个回购呢是，都是最后不得已才去走这条路啊，没有哪一个上来说公司跑得好好的，还有机会能够继续跑下去，我非逼着你去回购啊，这个一般不是这么干的啊，就是只有玩不下去了才会干。什么时候能用 eSIM 啊？这个国内等着他慢慢讨论吧。新东方的课纲一直都是老罗的啊，这个是这样的吗？新东方的哪一块的课纲是他的呢？如果他就是讲单词和这个阅读或者讲什么这块的话，那么现在是不是还是在用他的？就这么多年就没有点长进吗？三星手机才是真的，值的歌手啊，太方正了啊！我还真好长时间没用过三星手机了。我背单词的能力很差，不过我的英语相当够用。我单词不是背的，是多阅读就多啊。就像小孩子先是跟着老师，抄汉字词汇，然后就看闲书，孙悟空看下来，词汇就多了，好吧？我现在是英语还是差一点，口语练成 native speaker 是可以的，先把音标和连读搞懂，再练耳朵，最后再练口语时，基于语境的环境基于语境的环境下练啊，就能练出来。我以前见过一种人是这样的，就是他那个外语是生泡出来的，就是他在出国之前不会讲外语。我以前在 JVC 公司碰到过一个中国人啊，他就是，家里就生把他送到日本去了，然后到那边呢也没有学出日语来，考试呢也不灵啊，写各种文案啊或者什么语法都不对，但是呢他就是跟日本人天天泡，然后呢那些在中国就是正儿八经学霸去那些人都看不起他。但是呢，他那个跟日本人打关系打得火热啊，他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啊，也是一种学习方法吧。印度再转包给中国啊，这个我觉得不太容易啊。印度有高铁技术吗？反正这个不知道啊，也人家既然拿下来了，那肯定还是有呗。高铁技术没有那么困难。再说印度不是不可以西方或者日本高铁技术授权啊，是这个印度公司在国际上搞大工程也是拿得出手的啊。当然，在大国印度公司没工程，是的。但我真不知道印度公司在其他国家还搞一些工程。可以单纯说让非洲佬讲几句，支持一个中国不足以取消债务。应该还有其他台面下的交易，例如采矿权什么的啊。这个台面下的我们就不说了啊。呃，有范太的神助攻即可。是，我要到英语国家就等着他给我翻译了。赶上结尾了吗？啊，还没有啊，后边还有一些没念完的。这个练成 native speaker 的也很少啊。是的，就反正有口音呗。在第二语言习得领域啊，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例子，有一个叫 Wes 的日本人啊，就是靠硬泡自学了英语，讲话语法乱七八糟，
但就是个社牛，拒绝改任何语法错误，整天跟美国朋友夜夜笙歌，一样快活，就是这样。就是学英语的目的，你到底是为了考试，是为了聊天，还是为了夜夜笙歌，对吧？这个像咱们一般讲说，哎，到越南去找越南语老师，对吧？这个男人懂的都懂啊。到泰国去找泰国语老师啊，男人懂的都懂。今天没什么人点赞了吗？啊，那赶快点呀！你们怎么都不点赞呢？新东方的课纲不可能只有老罗的，老罗曾经用的课纲也不是他自己的了。罗是新东方第二代的教师，他刚去新东方的时候用第一代教师的课纲啊，这种机构的课纲也是不断迭代的啊，这个我觉得是合理的。不得不说，任何一门语言社牛都是先天优势。是的，这个有没有去找东北话老师的啊？这什么意思？好啊，我们继续。拼多多股价暴跌啊，这个主要原因根本不是达不到预期，和预期就差一点儿，不至于3天跌了40%，还是因为它这么多利润，说几年不分红不回购，继续烧钱，让投资者感觉管理层是在欺诈。这件事儿是这样啊，就是它在股市上呢，我们不要去做事后诸葛亮啊，它跌了。啊，我们呢说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至于哪一家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原因去做这个操作的，其实没有一定之规啊。你说，有人是因为他不回购，所以觉得他欺诈，去抛售他的股票吗？有，啊，那你说所有不是这么认为的人都是傻瓜吗？也不一定啊，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只是呢，大家都在这一个点上选择了抛售，然后造成了3天跌了40%啊。这个，不要认为唯一正确答案啊，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麦克林奇沉船系啊，乐威联邦法院一妻子这辈子啊，在20年啊，苏9%，这几年的数据我们70%赚回来了。中国前两还中国起步之后，推翻的比例0几啊，9点几的是其他的它我去换的时候换一点呢，有时候它就哎，做一个这个吧，去做一个发现，优化和优天看看刷能不能好，换这个，再看网不行，我这儿也写不行，换一个吧，换一个节点，你和是这一个时间全关所有选项，嗯，好像又行了，稍等，不要着急，不要着急，马上好。
行吧，我们稍微等会儿，它可能就好了。美国加州吧，一组证喝啊，C 卡我知道，我知道，我们要等它一会儿时间去恢复，这个没有办法，就是它一般卡完了以后，它自己要去慢慢的调整。我以前在孟加拉跟公司的司机硬是，比手画脚聊了老半天啊，我是几乎不懂孟加拉话的，但是司机说的我大概能听懂，看懂。他一直唠叨工资太少，没钱换新鞋啊，这不挺好的吗？是都卡了，都卡了。然后，哎，现在应该好了。这个现在一级市场融资，投资方要求实控人，兜底回购啊，如果不答应不签，是不是融资比较难？是的，现在钱都少，大家都不太愿意出。那么这个其实好多这种对赌协议啊，什么兜底回购啊，还有这个叫做，什么个人连带责任啊，这个都是什么呢？它都是这个天平上的砝码，对吧？你到底愿意放几个，不愿意放几个，其实还是跟你整个这个案子到底是不是有多么的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跟这个案子是不是热有关啊。你比如这案子热，大家都在抢，那就不会要求这些狗皮倒灶的事情。而这案子呢又没有那么热，也没什么人抢，大家都觉得可头可不头，有点鸡肋那种感觉。但是呢，又有些人还想上一下，对吧？他就会不断的给你加各种各样的这些条件进去。所以这个事儿呢，没有谁说我就瞧得起这个，瞧不起那个啊，跟这个没关系。被管理员近年有什么现象啊？发送的消息一刷就不显示了，对，你有可能被频道禁言了。声音好点了啊，图像马赛克现在应该好了。这个只要老外说你的英文很好，就说明你不是 native speaker。是的，还是卡应该好了。例如印度的拉森特伯洛集团啊，是一家总部位于印度孟买的跨国综合企业，业务涉及工程、建筑、制造、金融服务等领域啊，世界上最大的营建公司之一啊，从来没跟他们打过交道，也不知道国际上有哪些知名建筑是他们造的。对，这个用大国的华为不会卡，这个都是扯淡的事儿。好了啊，是的，我是老外，没觉得我是 native speaker 啊，不过我经常帮他们修改文字啊，也挺好。对，这个因为他每个人看的不同步啊，有些人可能还看的是那个卡的部分。好，我们继续。这个麦克林奇沉船，这个啊，麦克林奇沉船，我们刚才读了一条了。继续这个麦克林奇沉船啊，这个郭维啊，没有做过 CEO 啊，他其实这块是我说错了啊，郭维是神马的 CEO 啊，就是当时上节目的也是神马，不是联想啊，这个跟大家讲一下，联想一开始是柳传志，后边是杨元庆，对吧？这个当时讲的应该是郭维的故事。再往后啊，这个西方国家如何管控社交媒体啊？这个其实挺奇怪的，我觉得应该蛮多人听的，但是听的人很少。是我跟 Jeff 李一块儿做的这个直播，说 Jeff 可真是天真的可爱，说什么苹果公司拒绝美国政府要求破解手机。前几年《纽约时报》就出了一篇文章，说美国政府利用苹果把中国一名国安人员骗到了比利时逮捕啊。这个事儿呢，我不知道你怎么把这些东西联系在一起，到底谁是幼稚的可笑啊？这个不好说，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你不能说苹果只要是给美国政府做了什么事儿，或者美国政府只要是
利用苹果技术做了任何事情，苹果就是臭狗屎，对吧？你有这样的想法呢，这个我建议你还是好好的把内容都听一下啊。再往后啊，说到广告联盟啊，可以去查一下国内的群益的事情啊。国内广告联盟的事儿多去了，因为我们以前就专门玩这个的，对吧？猎豹移动肯定是对这个事儿玩的很成熟的，而且世界上最大的广告联盟原来叫 MoPub 啊，当时是在法国的一个公司被我们给收购了，所以我们对广告联盟是很熟的。这个再往后，欧盟国家当然考虑欧盟纳税人的权利，凭什么考虑美国人的权利？身为欧洲纳税人，我觉得，欧盟对 Telegram 的决定对我有好处，没毛病。每个纳税人都考虑政策对自己怎么样，世界就是美好的人间了。这件事儿呢，就是Telegram 这个事儿里头有2个点值得探讨啊。第一个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个人对个人的这种聊天工具来说，对吧？它又不是一个公开的媒体，你怎么能够去要求它？哪些话许说，哪些话不许说呢？这是一方面啊。第二个，就是在一个这种可以有群，而且可以有几千人大群的这样的一个聊天工具里头，你又没有实名制啊，这个事情到底应该怎么管理？这个呢，其实是交给全世界的一个难题。你要么就说出一个管理方法来，说我现在有一个管理方法了，你不遵守我的管理方法，我就这个罚款啊，禁止你的服务，这个事儿是 OK 的。欧盟真正干的让我们觉得很不爽的地方，就是他把人抓了，他没有跟你来讲道理，也没有说，哎，你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对吧？按照现有的法律，你应该执行，或者说我去修改一下法律，你应该怎么去执行？没有，上来先把人抓了啊，这个事儿有点过分。好，再往后，这个董宇辉和李娟的访谈啊，董宇辉本身就比较年轻，像李娟这种比较，这种情况交给撒贝宁这种老资历会好一些吧。而且直播这东西连轴转，看起来董是不是董事不得不以一个比较统一的范式处理至少这是一个下了苦劳的方向啊。这个至于效果怎么样，大家真谁也别吹牛啊。直播往往只是看起来简单，长时间的在掏空一个人，其实应该是很痛苦的。是的，这个点我是深有体会啊，因为我每天在这日更。每天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压力是阅读，然后选题啊，这对于我来说最大压力。这个如果有一天说没有选到题目，那我真的会非常非常焦虑的。特别是在比如说周五要直播了啊，我没想好要讲什么啊，那焦虑大去了。这个对于一个每天来直播还不能讲重样的人来说，这个确实是很难的。至于撒贝宁是不是会搞得好一些，不知道啊，因为我撒贝宁的节目没看过。这个再往后啊，其实就是要大众听不懂，真实，啊真朴实语言说真话，根本就没人听。看看你们互联网圈以及所有的政府文件及发言，哪个不是形容词堆满？好像高大上，其实什么都没有。这样的环境底层就喜欢形容词高大上。这件事儿呢，其实不太一样。互联网真正被人诟病的东西叫互联网黑化。所谓的互联网黑化呢，是什么呢？其实不是这个形容词堆砌起来。互联网黑化其实更像是缩写，就是我们通过一些缩写，然后通过缩写意义的引申，然后再去给它加入一些情感进去，会有一些新的语言产生。你不在这个圈子里混呢，听着言互联网黑话，你确实会听着很费劲而已啊，它也就是这样。至于政府愿不愿意讲这个形容词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因为我曾经尝试过跟一些政府打交道的人去沟通，然后他们说了半天，每一个词我都认识，结果连一块我不知道他们要说什么，所以他们讲的话也属于我也听不懂的部分这个我看看这边还有什么。你们用手机围观老范，我是用笔记本电脑挂一个40寸的电视挺好的。像你这个就可以在今年买那个缩小版的Mac Mini，对吧？据说今年的 Mac Mini 就长得跟原来的Apple TV 那么大。
我用 PC 连55寸电视，哎呀，这个电视好像是连在 PC 上是非常不好的。因为显示器，你比如同样的显示器跟电视，同样尺寸的那个显示器大概是电视的3倍还是2倍的价格，是很贵的。这个还是有原因的。有时候用 Apple TV 看油管也挺好。嗯，那不小心被错误禁言了，联系不上，怎么尝试解除禁言啊？这个其实我们一般不会给个人禁言，除非有些人这个反复辱骂那种可能会被我拉黑之外，剩下的其实都是这个油管自己做的。它是通过 AI 来判定的。你如果被禁言了，你先想想你说了什么。PC 手机用油管不习惯啊，这个什么叫 PC 手机？我主要是最近在玩黑猴27寸显示器不够震撼，所以连电视玩顺便看老范也直接切过去了。是的，挺好。黑猴还是要大点显示器。跟姐夫连线那期主要是声音不一致听着不怎么舒服原来是这样。回头我们再研究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吧。我倒觉得没啥，什么环境都有圈子自己的沟通方式，一如互联网黑化和00后的火星文似的。对，听了2年王健和小翠专门解读政府报告的，现在我解读的能力也进步了我是小翠的，还有时候听一听王健的实在是有点听不太下去。王健呢，属于他的节目我比较钦佩就是他这么大岁数了，然后这个也坚持在这播，但是呢，他的内容一般不是我这个能够接受的。我记得电视的支持 VRR， 这是什么东西？这个用行业黑话去跟别人对话，属于不讲人话。不过互联网黑话因为迭代速度太快，有时候行内人也不一定听得懂。而且互联网黑话是这样，就是一个公司有一个地方口音大家互相，你找一个阿里的人上字节说不明白，找个字节的人上腾讯也说不明白，说什么都发不出来，一刷新这个你看我不是看到了吗？显示器主要是高刷，对的。这个但是好像还是有区别，我忘了他们讲的这个东西区别是什么这个我想不起来了。而且呢，显示器上面是有那个叫做，我想想叫什么来着，叫 Free Synchronize就是那个是，就是 AMD 他们做的那个做的那种开源的叫 Free Synchronize，然后那个就是防撕裂的，就是英伟达做的那个是叫什么 Synchronize，就是它是一种同步技术它在高刷以后可以防撕裂，这个电视上一般是没有这种技术的。用户几亿的通讯软件，默认不点对点加密，只有微信和 TG 宣传自己安全，但是点对点加密还是要手动开启加密。然后其实大家都不是点对点吧？像 WhatsApp 什么的点对点吗？就是你应该也是WhatsApp 有可能默认是点对点，但是我用 WhatsApp 用的少垂直同步，对，垂直同步那个是就只有显示器有。姐夫连线的时候，老范声音大姐夫声音小，这个那好吧，这个是另外一个号你没理解不管发什么都消失，那有可能就是被处理掉了那你就这个再说吧，就换个号就完事儿了电视用的是 VRR 技术这个就不懂了。好，我们继续。米哈游老板说，大部分游戏人将转行今天米哈游老板已经宣布重新创业了应该也就是做他这个 AI 游戏引擎这件事儿所以他前2天大放厥词，也就是如此了那么第一个是讲说，游戏在软件行业里边算是执行力较差的一个分支，近10-20年，游戏从软件角度看质量极差，且路径依赖极其严重，不看好游戏业能拾得起来时代赋予的可能性大概率是无人升空一样从一个划时代的思路出发，做了半天实现不好最后路径依赖堆料堆出一个3A 卖钱了事儿我不知道这个这谁写的？这种东西呢，应该是这个软件行业，特别是这种写行业软件的，可能是做这个软件开发过程管理的人会去写这种东西吧。
术业有专攻啊，你没在游戏圈开发，你就不要去讲这个东西。游戏呢也有它的叫做工具链，也有它的这种开发流程，对吧？这块也是很严谨的。当然了，这个游戏呢，并不会说像软件那样一下组织起几千人的团队来开发一个游戏，对吧？游戏通常是在呃几百人吧，一两百人、两三百人的这个团队，我还是见得蛮多的。你把两三百人凑在一起，你没有一套很好的软件工程和过程管理品质管理的这个体系去运转的话，它是做不出东西来的，对吧？这个已经超出了一个这个单打独斗的时代了啊。所以我觉得咱们如果没在游戏圈里，咱就别说人家因为我原来在 Bolin 就是天天给人家做软件工程讲课就是软件工程的课程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后来呢，到盛大去做到了盛大游戏以后呢，就看人家的游戏开发过程，其实都是有一套自己很好的这种流程的千万别觉得谁谁谁就哪套这个，比如 CMMI 或者是这个什么哪种标准就如何如何了，这种标准其实都是挺笨的不要去拘泥于这个这种大型的这种配套标准再往后，我想问，如果没有大量普通开发者，那1/100,000的顶尖精英开发者是如何被筛选出来的呢？还有如果我是1/100,000的顶尖人士，我干嘛还要跟着团队一起合作开发呢？这件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做很多事情实际上都是万中挑一或者100万分中挑一，然后这个过程呢都会有一个筛选过程去做这个我觉得不用那么担心。对吧？他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需求，他就开始去招聘开始去面试，开始去试用举行各种比赛，这个事儿我们很熟练的不用太担心至于说你已经是1/100,000的顶尖人才这件事儿呢其实你不知道为什么呢？大部分还是要面试进去了以后，对吧？然后在里边去工作一段时间。咱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 OpenAI 呢招聘了一帮人那你说能被 OpenAI 招聘的人，肯定现在任何一个人跳出来，那个 VC 都跟在后边说：“您愿意创业吗？我们愿意给您钱，对吧？”但是你没被招聘进去之前，你也不知道自己行不行。而且招聘进去之后呢，你也得干一段时间，对吧？你进去了以后，人家也问你说：“哎，你在里头干嘛了？解决了什么问题？跟谁合作了？你觉得哪些人是什么样的情况？”他得问你他其实很多人这个1/100,000的顶尖人才是进去以后磨合出来的所以不要太觉得说我已经这么牛逼了，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这个当然你愿意自己去创业也没问题。再往后真正玩游戏的人其实都有病正常人玩游戏就是看戏不是玩戏子这个怎么说呢？我为什么要念这个？这个思路非常清奇我们并不是说要去玩戏子这个当然这个玩戏子也轮不到我们这个有很多这个官二代、富二代轮上他们了。玩游戏呢是一个很有参与感的事情。当有参与感以后，我们有一定的事情是有一定的这个参与到这个游戏的过程中去，有一定的自己的选择，影响了游戏的发展它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乐趣，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这个当然玩戏子这件事情，可能你玩过这个反正我没玩过这个也没有敢想过这个事情，钦佩钦佩。再往后这个 Timo 广州总部被围这个比较早的一条视频了有一位特别好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呢，我是一个 Timo 小商家，感觉博主的观点有些主观这个我首先承认我的很多观点是主观的这里提供一些相关数据，售后处罚金占总的销售额的比例，2024年后，2024年售后处罚的金的这个比例，1月份是1.12%，2月份是1.06%，3月份是2.63%，4月份是6.19%，5月份是9.61%，6月份是6.95%，7月份是7.88%，8月份是4.15%。2023年售后基本在1%以下，从中可以看出售后从4月开始跳涨5月接近10%，事件过后8月降至4.15%，
这期间我们的产品各项标准没有变化，品质和包装标准没有变化，而且从2024年开始，我们的销售额逐月下降，7月不到1月的一半，售后金额缺处，售后金额缺少吧，处于跳涨状态啊，我们售后金额确处于跳涨状态啊，他写错别字了啊，那对不起，我们不是做服装的，利润率稍高些，就这样，在5月也是处于亏损边缘。售后处罚金的倍数，因为后台数据没法完整查看，只看最近100条有倍数的数据，15个5倍处罚，60个2.5倍处罚，1个2倍处罚，16个1.5倍处罚，8个1倍处罚，均值是2.59倍。平台前端售价一般是我们供货价的2.1倍左右，如果客户仅退款的话，仅退回售价，罚款总额肯定是高于给客户的仅退款总额的，而且高出不少。产品的质量、产品的包装问题，别的品类不敢说，至少我们做的品类，大部分产品本身和亚马逊1688、淘宝 ETSY 卖的同品类的产品质量是一样的，因为都是那么些工厂。我们要货量也不大，工厂不至于专门生产了阉割版本给我们。最大的区别应该是包装和赠品。Timo 实行的是竞价模式，就是卷到分的同一个产品，我们多花钱在包装上，意味着我们的产品竞价比不过包装简陋的，所以要做低价，就只能在包装和赠品上减配。不是我们不想，而是价格被压到了没有搞这些的空间。以上供参考这个朋友写的非常好非常非常感谢这是一手的做这个项目的人给我们写的这个一手的实验数据这个非常感谢。但是呢，这里也要讲，就是他讲的这个呢，就是叫只在此山中他只看到他自己的。对于这个 Timo 这样的平台来说，如果真的让大家活不下去了，大家就不做了，他就直接破产倒闭就完事了，对吧？既然大家卖的还很欢，然后挣钱挣的也很开心，然后数据不断的往上走呢，说明绝大部分人还是能够适应的。在这种情况下呢，Timo 肯定是希望大家继续卷，但是卷呢，并不是让你去省包装省赠品，而是希望把你干掉因为刚才通过这位朋友讲的这个话呢，也可以看出来，他呢其实是拼缝的就是他货不是他自己的，厂家也不是他自己的，他希望厂家直接出，把你跳过去。那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厂家就可以有利润，把包装做得更好一些，赠品做得更多一些，对吧？他是这样来工作的至于其他的Timo 呢，肯定会在这个判别的标准上，比如说哪些是算5倍，哪些算2.5倍，哪些算多少，哪些允许这个仅退款，哪些不允许，对吧？会在数量上，会在比例上，会在很多这种参数上做细致调整这个事儿是正常的，平台就会不停的调这些数，然后调完了以后呢，就会发现，哎，有些人提高了，有些人呢没变提高的人呢，我就多给他点流量有些人没变呢，我就少给他点流量。其实这个朋友讲的这个案例是非常非常清晰明确的，对吧？那有些人说我实在卷不过，我不做了那Timo 说挺好你不做了，我去找你的厂家，咱们继续做他就会变成这样这个如果最后直接找到厂家，厂家觉得，哎，我还可以再折腾一下我又把这个价格又降低了一点，然后把包装做的还不错赠品做的也挺充实的，对吧？那么 Timo 就把更多的流量给直接厂家就完事了这就是 Timo 的目的就是这样的，他呢也达到目的了至于你在里头说我愿意继续跟他卷下去那是你的选择。你说我不愿意卷下去了，对吧？我要去这个直接有一个厂家直接跟人家开始去做这个一线厂商了那就是另外一个做法但是对于这个像我们这种在平台上生存的人来说呢，第一个也是要做时间的朋友第二个就是不要跟平台过不去，你一定要想清楚平台要什么你非跟他拧着干平台想去中间商你说我就是中间商，我就要跟你拧着干你对我不好了，然后我就要出来闹，这个事儿呢其实不会有好果子吃，因为毕竟平台是人家的，对吧？这个最大的风险是 Timo 担的，这个他去花钱砸的广告，买的流量，然后去做的整个的系统
啊，这个规矩是他定的，你想跟他去掰腕子，你除非自己做啊，否则别费劲啊，听他的就完事儿了。啊，最后一条啊，这个苹果、微信2选1这条啊，就是有很多人说啊，我就要用苹果，有些人我就要用微信，没有微信苹果就完了。这个呢，我估计这些人就是只看了个标题就没有看节目啊。就是我们讲的就压根儿不是说你到底要选谁不要选谁的事儿，对吧？而是什么呢？就是商业谈判本身就是一个相互妥协的过程啊。那么怎么说呢？你如果想着说我就选这个还是就选那个，我就要选华为呢，这个，呃，我建议你还是把我的视频看一看啊，也就如此。啊，有一条在这个里头评论啊，特别有意思，我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商业谈价而已啊，欧盟开出大罚单，水果马上就老实了。啊，这句话为什么要讲呢？就是中国比较奇怪啊，就政府不出面啊，政府你比如我出面了，你苹果如果不去支持 Type C，我就罚死你，就跟欧盟做的似的。啊，中国政府就不说，我在那耗着啊，磨洋工，然后这样好一下，那样好一些，我什么也不干，就等着这个苹果说，那既然欧盟已经罚了我，我就得改呗。其实按道理来说，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是应该跳出来说话的。啊，我希望你应该这个怎么样，他为什么不说呢？因为中国政府一旦说了这个话，说我希望你给我降苹果税，啊，我把中国地区的苹果税降到多少，或者中国地区的苹果税我必须要再怎么去处理一下以后才可以拿走，对吧？如果一旦说了这个话，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我承认你了，啊，我承认你在中国的所有收益是合法的啊，我也就提了要求，你也照着办了。所以中国政府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我也不说，啊，我在这耗着，耗着完了以后，我看你们底下这帮人自己在那斗来斗去的，这个反正也算是中国特色吧。好啊，这个网上的评论都读完了啊，我看看这边还有什么。不过该说不说啊，无人深空当年是惊天大雷，是的，啊，游戏的信息技术集大成的行业啊，说开发者会被 AI 淘汰太早了。他讲这个话不过是为了二次创业 AI 游戏引擎造势罢了。对的，这个我觉得是合理的啊。这个上面讲的 VR 是这个啊，可变刷新率啊，原来是这样的，用这个缩写我就没看懂了。这点才来啊！电视的参数好久没看了，是的，反正我们家电视参数不高啊。你私底下有近距离见过马云吗？没有啊，这个跟马云没打过交道。这个马化腾呢，应该也是在大会上见过啊。这个刘强东没见过，这个谁呢？李彦宏也是在大会上见过，就是他在上面演讲，我在底下听过。雷军呢是正儿八经见过，然后也打过交道，这个写过邮件，然后开过会，啊，面对面开过会，是一桌吃过饭啊，这个是跟雷军。但是雷军想起来想不起来，我是另外一回事了。游戏很难说是信息技术大省，或者现在是啥啥都是集大成。游戏基本上是虚拟的，用 AI 相对比较容易啊，而且做 AI 相当消耗重复工作的人力啊，这也是 AI 的优势。是的，段永平和他的步步高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这个真的不太了解啊，没怎么跟他们打过交道。马老师的嘴是真的厉害，会忽悠，也算能力，而且人家忽悠完了，最后做出来了。游戏开发现在有 Unreal 和 Unity 引擎的解决方案已经简化很多了，啊，但大量的建模和编程，以及后期的 debug 和优化等大工程仍然是无可避免的。3A 游戏，即便难说是信息技术集大成者，但仍然是需要集中力量整合的系统工程，这倒是真的。问一下啊，像我这样的模式啊，回到国内干餐饮能混下去吗？我在菲律宾开中餐馆6年了，是中央厨房加粗加工配送到首都马尼拉的3家门店24小时运营，自己写了 H5加 TG 杠 T，这个在国内肯定会被卷死啊，别费劲了。国内压根就不是这个玩法啊！你整这套的话，还不如去印尼试试啊！你在印尼啊，在马来西亚呀，在泰国呀，在这一带试试，我觉得是 OK 的。这个
一个在 NYC 的朋友说，现在好多中国人在那边租本地仓，找在地的零售供应商而不是自己做跨境零售。哎，反正就是总有些人想去钻空子呗。刘强东有啥好看的？没见过奶茶没有啊？没有。嗯，我也没做过电商啊，不懂啊。这个不建议到国内来卷啊。那位朋友的商业案例似乎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即使同一个厂家，而且批量不大，厂家也可能会搞一批相对便宜的啊，一般不会干这个事儿。这个如果做时间长了，这个事情其实意义没有那么大了。建议不要在国内干餐饮。是的，我们也是建议不要回来。今天有赛博吃播吗？没有了啊，明天早上要去抽血啊，这个每过一段时间要去抽血，所以我今天准备早点休息，而且已经开始穿长裤长袖，这个长袖还没有啊，已经开始穿长裤和袜子了。北京已经很凉快了，这个早点休息，明天一早去把血抽了啊，这也算是一个大事儿。而且为了明天抽血，今天还故意吃的清淡了些，对吧？也不知道是骗谁呢啊，这个反正日子总是要过嘛。如果这个抽完血这个指标不好的话，那真的是好多天都过不开心。我也不建议回国干餐饮，这个还是别过来了啊！你跟美团根本没法卷。好，那我们今天读评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结束。